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有关身心障碍孩子就业的部分，请看上面的资讯卡。上回我们谈到孩子从教育系统转衔出来进入就业工作的孩子，如何在不同的工作性质中工作。如果没有看过的，请看上方的资讯卡。不是所有的身心障碍的孩子都能进入工作职场，那么无法工作的孩子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无法就业的身心障碍大孩子怎么办？放在家里吗？千万不要哦。过去我在新北市或台东的偏乡，不论是城市或偏乡，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旦孩子在家里久了，就不去机构了，也无法离开家庭。好的习惯训练一辈子，坏的习惯3天就养成了。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离开学校的孩子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我们依服务的类型可以分为住宿式的服务机构与日间式服务的机构2大类。第一，住宿式的服务机构，顾名思义，就是提供24小时生活照顾、训练及身心相关支持的措施住宿服务，或者是夜间住宿照顾服务。日间跟夜间的切分点为8点到晚上的8点做切分。早年身心障碍机构的住民一住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有可能是一辈子。机构是这些人的家，有可能比他自己的家还住得更长久。过去是如此，曾经修法全日型机构，放假的时候院生要返家，这是为了维系家庭的关系。这个想法其实是很不错，但是会在机构中的孩子就是不方便照顾，而且有很多身心障碍机构它是跨县市安置，所以要返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后来好像有修正，改为不勉强。通常住宿式服务机构通常都有住宿式的服务机构及日间式的服务机构。当然只有第2类日间式服务机构，没有住宿服务机构。所以住宿式服务机构白天孩子都不是没有事可做，整天发呆，每天都有课要上要学习，提供生理、心理、生活及社会活动及其他相关功能的训练跟辅导，促进回归家庭及社会。另一方面，提供长期性与持续性生活照顾、训练与社会活动参与及其他相关服务，促进身心功能的发展。有一些能力好的也会做一些职业训练或家事训练，例如扫地清洁、资源回收、洗菜洗衣等工作。当然在机构中难免有生病的时候，机构会有巡诊的合作医疗院所来看病。如果没有遇到巡诊的医师，生病的院生也会有老师带去医院看病。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在申请施工盖机构的时候，已经决定机构能收容多少人，每人平均有多大的
寝室空间。通常一间寝室最多只能放4张床，这是法规中明文的规定。不同的职类的照顾比例也是固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要去住机构，机构明明有床位，但是不能收个案的原因。有关入住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不论是日间或者住宿式机构，都可以申请日间照顾及住宿式照顾费用补助。这个补助就是以前我们口头上常讲的身托，身心障碍托育养护补助。只要具备下列的条件都可以申请。第一，依法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第二，实际居住于户籍所在地的直辖市、县市或经户籍所在地的主管机关转介至其他县市之机构接受照顾服务。第三，最近1年居住国内超过183天。第四，家庭总收入符合本办法的补助基准。第五，未接受政府其他相同性质之服务或补助。请至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社会科或者民政科办理申请补助。有关日间式服务机构，我们会花1集时间来谈，之后也会为各位再介绍夜间服务。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